大家都见过腹肌，但不知道有没有见过背肌。瑞宝现在强壮到连后背都有肌肉了。圣希阿姨这周的最新视频来了，不过内容是将爷爷和圣希阿姨一起创作的，姐妹俩现在的暴风式成长，真是一天比一天漂亮。看看辉宝小时候的样子，再看看现在的样子，时间把辉宝等比例放大了。这周姐妹俩的生活很是充实，姐妹俩除了圣希姨母给的丰容以外，爷爷和姨母的陪伴也不少。宝家的成长就是生活在饲养员的陪伴中。瑞宝、辉宝和姨母玩开关门的游戏就能玩上半天，辉宝跑过来，姨母就关门，等辉宝走了，姨母就又把通道门打开。而在这周，辉宝还发现了一个除通道门以外，可以看到姨母和爷爷的一个新地方，那就是通道门口侧边的窗户。辉宝发现姨母后立马跑走，这是辉宝的玩耍方式，像是要把这个不得了的事情第一时间去告诉姐姐。而每周的重点环节偷看辉宝瑞宝产青团，这周也没少，将爷爷在辉宝产完青团的第一时间就冲了过去。可以看到姐妹俩的青团现在已经可以成型了，只不过比爱宝产的青团要小一些，这证明瑞宝和辉宝现在吃的竹子越来越多。但因为现在瑞宝、辉宝每天还要喝盆奶，所以青团的硬度达不到爱宝青团的那种硬度。江爷爷表示，瑞宝、辉宝的青团是黏糊糊的。另外，除了爷爷和姨母的陪伴以外，姐妹俩彼此的陪伴是最多的。而这周姐妹俩依旧是感情浓厚，虽然辉宝总是在欺负瑞宝，但这并不会影响姐妹俩彼此之间的感情。打完架回到家，依旧是姐妹情深。宋爷爷绝对是福宝一家最大的黑粉。辉宝没想到自己刚满天就已经有丑照流出了。早上爷爷来到瑞宝的房间，来给瑞宝和爱宝打扫卫生。爷爷先给瑞宝擦了擦小嘴，又给其擦了擦身上。瑞宝吃奶吃的满身都是。给爱宝和瑞宝打扫完房间后，宋爷爷来到了福宝这儿。福宝此时正躺在室外园区晒太阳。一会儿宋爷爷回来，给瑞宝测量了一下体重，5370克。爷爷这次换了大体重秤，熊猫宝宝不用再在盒子里躺着了。瑞宝此时是正在睡梦中，爷爷的搬运根本没有吵醒瑞宝。之后爷爷又来到辉宝房间，辉呀，辉辉。宋爷爷这韩式普通话多少带点泡菜味儿。爷爷将辉宝放在体重秤上，辉宝的体重秤显示是5800克，辉宝体重遥遥领先姐姐。之后爷爷准备给辉宝喂食，人类都是饭前先洗手，而大熊猫则是饭前先洗嘴。洗完嘴后，爷爷给辉宝坐好，开始给辉宝喂食。而宋爷爷之所以握着辉宝的嘴巴，是因为防止其吧唧嘴时嘴中进入空气，防止其呛到。给辉宝喂食完，紧接着便到了辉宝排便的时间。辉宝张着嘴巴的样子，可以看到辉宝的小乳牙。爷爷给辉宝排便时，辉宝一直开心的张着嘴，可能是有点痒，不过慢慢的辉宝就舒服的伸出了小舌头。渐渐辉宝的眼神向上看去，辉宝怎么有种大聪明的感觉。爷爷表示这是辉宝太舒服了。不过好玩的是，辉宝的眼神会自己再慢慢的转回来，调整到聚焦的位置。爷爷给辉宝排便完，辉宝坐在筐里的样子就像是坐在公主的宝座上一样。而瑞宝这儿已经开始自己练习走路了。爷爷走上前给瑞宝擦拭身体。爷爷表示刚才瑞宝尿了一地，之后又全蹭到了身上。爷爷拿着纸巾给瑞宝擦拭身上每一个细节，小肚肚和小手上都有对其认真的擦拭。擦完后，瑞宝还一脸开心的和爷爷说谢谢。而且现在瑞宝翻身也越来越灵活，不再需要爷爷的帮忙了。之后爷爷又检查了一下瑞宝的小牙齿，爷爷表示瑞宝的小牙齿像是小米粒一样大小。两只小的照顾完，爷爷去照顾福宝。此时的福宝正乖乖坐在栅栏前，等待爷爷给自己喂胡萝卜。爷爷想用胡萝卜教福宝伸出左手，因为之前福宝都是伸右手的。爷爷感觉坐着不方便，没有多想，直接跪在了福宝的面前。爷爷用胡萝卜引诱着福宝，没想到爷爷的引诱真的成功了。之后爷爷想让福宝用左手抓住栏杆，福宝感觉到不舒服，索性给自己换了个姿势。福宝是有自己想法的。宋爷爷为了庆祝今天给双胞胎熊猫宝宝的起名仪式成功，特意给福宝雕刻了一个小花形状的胡萝卜。宋爷爷一边喂着福宝，一边跟福宝讲两个妹妹的事情。福宝在胡萝卜的引诱下听得很认真，因为熊猫宝宝现在是长牙期，而现在宋爷爷每天都会检查一下熊猫宝宝们的牙齿，每看到熊猫宝宝长出一颗新牙，爷爷就会很开心。一会儿宋爷爷给辉宝喂完奶后，又开始展示自己的宝贝孙女。宋爷爷给辉宝拍背的样子就像是在抱着一个小婴儿一样。最后宋爷爷还让辉宝挥手和大家说了个再见。这是什么情况？江爷爷突然在园区内跳了起来，原来是小瑞宝看到爷爷过来了，正激动的在爷爷脚下乱窜。看着如此热情的瑞宝，爷爷实在是招架不住，只好先跑到小木架上躲避瑞宝的热情。
但瑞宝怎么会善罢甘休呢？江爷爷走到哪，瑞宝就跟到哪。江爷爷跑到滑梯上，瑞宝也跟着跑上去，不料一个没抓稳，便从滑梯上滑下来的瑞宝此刻也没闲着，对着小木架上的灰宝就是一顿抓扑。小木架上的灰宝一脸懵逼的看着姐姐，心想这个张牙舞爪的熊猫是我的姐姐吗？转眼间姐妹俩在滑梯上相遇，灰宝试图抱住姐姐，让姐姐安静下来，但今天的瑞宝可谓是战斗力十足，直接抱着灰宝打了起来。江爷爷见状，赶忙把姐妹俩拉开。拉开后的江爷爷突然想起自己还有任务，便回房间去给姐妹俩拿盆奶。走到门口的江爷爷还不忘看一下姐妹俩的状态，而今天的摄影专家圣西姨母也没能逃过瑞宝的热情攻击。只见从滑梯上滑下来的瑞宝一直跟着姨母跑，而圣西姨母一个不小心被瑞宝抱住了脚，摔倒在地上。知道做错事的瑞宝便想要爬到小树上，幸亏姨母反应快，赶忙跑过去把瑞宝抱下来。这时听到动静的灰宝也跑了过来，趁着姨母不注意，灰宝便想要爬上去，没想到被姨母给抱了下来。被姨母抱下来的姐妹俩似乎在商讨着什么，而此刻灰宝好像在说：姐姐，我去拖住姨母，你先上去。收到指令后的瑞宝快速爬到小树上，等姨母一转头看到待在树上的瑞宝，脸上露出了惊讶的表情。姨母这才发现自己被姐妹俩给骗了，姨母也真是拿姐妹俩没办法。正好这时拿来盆奶的江爷爷呼唤两小只来喝奶。玩累了的姐妹俩听到爷爷的呼唤，立马跑了过去，而我们的瑞宝还没等姨母放，便迫不及待地喝了起来。细心的江爷爷看到瑞宝喝盆奶的姿势不对，还不忘给瑞宝调节过来。我们看到，虽然今天瑞宝很调皮，但江爷爷对瑞宝的爱是一点也没少。福宝趁妈妈正在睡觉，撅起自己的屁股就在妈妈的身上蹭了起来，躺着蹭完还要再坐起来蹭，妥妥一个繁雄精。福宝不小心一屁股坐空了，转头看了看妈妈有没有被自己吵醒。福宝该怕的时候还是知道怕的，只不过爱宝现在实在是太困了，根本不想搭理福宝。福宝来到小亭子边上转了一圈，没有什么能吸引福宝的。之后福宝又将自己的注意力放在了妈妈的身上。福宝跨在妈妈的身上，一个侧躺，福宝趴在了妈妈的屁股上。福宝开始研究妈妈的屁股。福宝深吸一口气，瞬间抬起头，有点怀疑熊生了。福宝心想，原来大熊猫的屁股这么臭。而爱宝则给自己换了个姿势，继续睡去。爱宝醒后，福宝又和妈妈争夺起了独木桥的使用权，谁也不想退让，在树上试图比谁的力气更大。显然福宝的力气没有爱宝的力气大，福宝很快便落入了下风。福宝在掉下去的边缘试探着，慢慢的福宝从攻击改成为防御。福宝做最大的努力不让自己从树上掉下去，因为从上面掉下去实在是太疼了。福宝紧紧抱着独木桥，之后用尽全身力气想从妈妈的身下钻出去。福宝的头就如同面团捏的一样，全是褶子。福宝率先从树上下来，而当爱宝也想要下来时，福宝开始半路阻击妈妈。福宝咬着妈妈的后脖领子，福宝被推开后又接着站起来继续咬。虽然福宝咬的不疼，但是很痒。爱宝暂时放弃了下树，又重新坐了回去。等福宝折腾累了，爱宝趁福宝不注意，悄悄从树上下来。等爱宝从树上下来后，便开始对着福宝大打出手，一边揍福宝，一边给福宝讲道理。但此时的福宝已经不是刚出生的时候了，福宝跟妈妈打得有来有回。福宝狠狠咬住妈妈的脸，问妈妈服不服。爱宝挣脱开后，给福宝狠狠摁在了身下，反问福宝服了没有。